5岁的小家伙行李箱都自己提，租下了一整套大公寓，自己动手做每一顿饭，独自享用午餐时光，自己打理着家里卫生，甚至幼儿园路上也自己走。刚搬进公寓那会儿，他囤了好多盒纸巾，挨个给邻居送。隔壁哥哥觉得这孩子怪怪的，便问他爸妈去哪儿了。小男孩回房间翻箱倒柜，想洗个澡，浴缸却不知去哪儿了，又站在哥哥家门口，问哪儿能洗个痛快澡。哥哥给了个地址，指他去附近的公共浴池。孩子走后，哥哥开了电视，新闻正播绑架儿童的大案，想着孩子独自去浴池不放心，急忙带着洗漱去找他。俩人泡了个舒心温泉，一边搓个不停，看着孩子手忙脚乱，哥哥心里一软，帮忙洗了头。哥哥沉默了，只是洗得更卖力。回家路上，孩子说浴池澡洗得真惬意，想天天来。孩子开始说起自己，他叫小太郎，今年5岁，父母不在他身边。哥哥心有戚戚焉，告诉孩子他也没了父母。小太郎沉默了，似藏着什么心事。一回到家，邻居美月姐姐过来了，感谢小太郎的纸巾礼物。看着可爱孩子，他好喜欢。第二天，小太郎和哥哥买完菜回家，突见美月姐姐躺地上一动不动，正想报警，美月姐姐又挣扎起来，眼睛红得像兔子。昨晚好像喝多了一点。小太郎突然一溜烟跑了，嘴里喃喃自语要冷敷。他给美月买来了冷冰冰的矿泉水，递给她敷在眼睛上，告诉她眼睛泡泡后冷敷能消肿。美月本来想找借口，便称眼睛红是喝酒喝的。美月愣住了片刻，她想不通小太郎怎知这些，心里惊讶，轻轻摸了摸他的头，离开美月家。寿也好奇极了，想知道小太郎怎么看出美月哭过。小太郎脸上无波无澜的回答。小太郎的过去让寿也充满好奇，除非是看动画，他总像个成年人。他超爱这个动画，总模仿里面主公大人的样子，对小太郎意义非凡似的。打扫门口不慎跌了一跤，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他咬牙说没事，疼痛也不吭声，蹒跚着的腿。小太郎自己拿药箱来处理伤口，然后去找隔壁哥哥炫耀坚强，跟寿也说消毒好疼，但眼泪一滴不掉。看寿也腰伤不轻，小太郎帮他小心的贴上药膏。寿也心里暖洋洋的，谁也没这么细心照顾过他。他让小太郎拿来画笔，在伤口上画了最爱的动画主公。湿布のレーナ。お主、なかなかやるな。笑った？初めて見た。小太郎终于笑了出来，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快乐样子。寿也盯着他看，小太郎又忙不迭收起笑脸，不想被当作小孩子看。这时门铃突然响了，楼下大叔来访，他也是喜欢小太郎的。小太郎表现得不太待见，大叔却不在意，从包里掏出玩偶，正是小太郎最爱的主公大人。これはいただいておこう。だがしかし、それ以上わらわに近寄るでない。看着小太郎接受了礼物，大叔乐得合不拢嘴。当小太郎好奇地问起，为啥非得给他那玩偶呢？大叔突然神色黯淡，低声跟小太郎解释，那其实是给他儿子的礼物，但他儿子不太愿意跟他待一块儿，所以他才想着给小太郎了。小太郎把玩偶递还给大叔，直言这样做其实挺欺人的，说他自己真的不喜欢这样。这下大叔有点手足无措，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竟让小太郎受了伤。小太郎回自己房间，盯着寿野哥哥画的那个玩偶，心情复杂的很。到了第二天，小太郎戴上帽子准备外出，寿野担心他单独一人，就想一起陪他去，可小太郎直接就拒绝了。お主には関係ない。迷惑だ。あんな、俺だって別に好き好んでついていくって言ってんじゃねえんだよ。だから来なくてよいと言っている。俩人头一回大吵了一架，寿野气呼呼的回了房，让小太郎一个人走了。小太郎到了幼儿园，其他小朋友都有妈妈送，老师看他独自一人来的，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小朋友们都有家长帮忙带胸牌，只有小太郎怎么也带不稳，可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说。另一边，大叔一知道寿野让小太郎自己去的，气得不轻。他才5岁，要是出了事咋办？原来他是想来道歉的，谁知这会儿小太郎不在，大家都在猜小太郎哪去了。看到别的孩子戴的帽子，寿野才意识到小太郎去幼儿园了。想到小太郎对他的笑，寿野感觉自己真是太不应该了，明明孩子都笑了，怎么还能让他一个人去呢？寿野立马跑出去了。这会儿幼儿园已经放学，家长们都接走了自家孩子，只剩下小太郎一个人坐在那。他望着那主公大人的玩偶，心里盼着也有人来接他。小太郎最后离开了幼儿园，幸亏寿野及时来接他。寿野对小太郎说，那幅画真的不是骗你的，是真心为你画的。大叔也匆忙来了，连忙说对不起，其实不应该把给儿子的礼物给你。小太郎也没再怪他，有这么多人来接，心里好开心。バッジがうまくつけられぬのだ。誰か直してくれんのか？照れながら言うなよ。こっちまで照れんだろうがよ。照れておらぬ。
到家时天色已晚，寿野特意睡在壁橱边上，因为他懂，隔壁的小太郎能听到呼噜声就睡得香。意外的是，次日一位神秘女士揭开了小太郎的过往。那个5岁的小家伙发现了个婴儿，那婴儿真可爱，怎么会被留在这儿呢？旁边的姑娘说，婴儿车放这儿已经1整天了，婴儿的妈妈一直没出现，大伙儿带着孩子到处找，边找边喊，这孩子是谁的？远处那位妈妈好像听见了，但她就是不回头，可能是怕孩子害怕吧。小太郎一直在逗婴儿笑，小太郎没多想，就推着婴儿车走，一边推一边喊，宝贝，你妈妈在哪儿？你不要我了吗？不清楚为啥他要留下孩子，可看得出妈妈肯定有难处，大家没多问，还是把宝宝交回给他。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小太郎喃喃自语，他小时候也老是在公园里迷路，记得有次他在公园等了一下午，妈妈最后来找到他，那天妈妈眼里含着泪，但见到他还是笑了，所以他相信妈妈是不会弃子的。美月好像猜出小太郎也被遗弃过，但不知道该怎么去问，小太郎的妈妈也一定有他的苦衷。在草地上，美月想来张合照，不过小太郎怎么就那么抵触呢？怎么说都不愿意。一回到家，有位女士已在公寓门外等好久了，看到小太郎回来，她看起来挺紧张的。她还没自我介绍完，小太郎忽然一身新装，非常欢迎她的到来。回到房间里，他们举杯牛奶，为这初次见面庆祝。他名叫小林，是个律师，也是小太郎新的主管。寒暄一番后，他递给小太郎2个信封，是接下来2周的生活费。小林一时说不出话，原来他的律所一直在默默支持小太郎。临行前，所长叮嘱了好几遍，如果小太郎问起钱的来路，就说是好心人捐的，这样就行。実はな、母親の保険金なんだよ。それってつまり、その子の母親はもう、このお金は、優しい人が寄付を。前の担当殿、同じことを言っていた。小太郎并没多想，为了感激那些好心人，他特意装扮得这么正式。小林回了所里，所长叫他打开那份礼物，小林当场愣住了，是小太郎用心记的日记，每天都记录着自己的身高体重，还有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都是为了让那位好心人看到他的成长，告诉他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不用太担心。第二天，寿野送给小太郎一幅画，因为小太郎不爱拍照，所以他画了美月和小太郎在一起，这让小太郎开心极了，也很感激寿野一直的关照。作为回报，他决定做寿野哥哥的监护人，从今往后照顾这个傻傻的哥哥。但他们不知道，5岁的小太郎已经被人盯上。这个5岁的小家伙坐在洗菜池洗澡，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公寓里。常去的澡堂今儿个不开门，小太郎忽然觉得好害怕，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从那天起，他开始跟大家保持点距离，连扔垃圾都要让邻居们离开些。小太郎快速放下垃圾，然后就保持着距离。这事儿让江也觉得挺纳闷的。到了幼儿园，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儿童节，老师提议家长们摆个摊，在园里办个小庙会，但妈妈们都忙，没人愿意参加。老师正发愁呢，寿野突然举手，积极报名。老师走前，忽然跟寿野说，小太郎最近有点不对头，以前老是跟小伙伴们混得好好的，现在咋就总爱独自一人，不跟孩子们玩了呢？想着小太郎最近的情况，寿野决定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找到小林才知道，小太郎小时候有段时间没洗过澡，那经历挺打击他的，负责人也就知道这些。回家后，寿野发现小太郎带了个男孩回来，说是楼下大叔的儿子，特意来看看他爸。可寿野记得大叔说过，他儿子不怎么喜欢他。大叔看到儿子，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儿子说，是听妈妈打电话才知道，一直不让他见爸爸，3个月才能见一次。他太想爸爸了，所以就偷偷跑来了。よかったではないか、たまる殿。やっと会えたであるの。今すぐ帰りなさい。なんで？今日会っても、パパは嬉しくもなんともない。儿子愣在那，眼泪在眼角打转，但大叔还是怒吼着让他走。大叔心里也不忍，但他有他的难处。傍晚时，他对寿野说，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加入了那种组织，没怎么陪伴过儿子。后来妻子因此跟他离了婚，只同意让他3个月见一次孩子，那样的话，以后就彻底没机会见他了。たまるさんなりの愛情なんですね。もしかしたら、小太郎君の両親も、そうだったんじゃねえのかな。だってよ、自分の子供が、可愛くないはずがねえんだ。大叔泪流满面，悲痛欲绝。为了填补对孩子的思念之情，他总是把小太郎当成自家的宝贝，对他倾注所有的爱。儿童节那天终于来临，美月弄了个卖棉花糖的摊儿，大叔也开始烤起了冷面。小林在那边敲鼓表演，
整个庙会都是小太郎熟悉的面孔，这让他当着小伙伴们显得特有面，脸上洋溢着自豪。虽然身边没有父母，但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深爱着小太郎。可是寿野眼里满是心酸，作为孤儿的他太懂得孩子对父母的渴望。到了互动环节，每个家长都陪在孩子身边，他们笑着说话，幸福满满。只有小太郎一个人站在那儿，他的孤单让人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寿野的漫画摊特别受欢迎，没多久就被小朋友们围个水泄不通。旁边的小太郎看着，心里五味杂陈，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偷偷拍了下来。到家以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原来小太郎是嫉妒寿野了。寿野既好气又觉得有点好笑。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门口，自称是刚搬来的邻居，希望小太郎多多关照。青田为了某些目的，一直想要和小太郎拉近关系，每天送他去幼儿园，陪他洗澡，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寿野知道后心里有些黯然，觉得小太郎好像不再需要他。小太郎一离开，寿野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自从青田来了之后，就占据了小太郎所有的时间，这让公寓里的每个人都觉得很不寻常。深夜，青田找上了寿野，他问了些挺私的问题，关于小太郎。江野这下心生疑虑，親のことどう思ってるかとか、あとお金のこととか。たとえ知ってても話すわけねえだろ。本人が言いたくねえことわざわざ探んじゃねえよ。回到家里，青田翻出关于小太郎的所有资料，似乎已经跟踪他了许久。之后给一个神秘人打去了电话。見つけましたよ。あなたの息子さん。他行事怪异，寿野感觉不太对劲，为了保护小太郎，就召集了公寓所有人找青田对峙。青田想狡辩，但小林是位高级律师，查出他其实是私家侦探，他们逼他得说实话。青田不肯配合，大叔掏出钱包，钱一张张放他面前。青田被钱吸引，很快就招了。青田接着说，小太郎的爸爸法律禁止见他，因孩子之前被安排到孤儿院，但爸爸在网上看到照片，就闯孤儿院带走小太郎，结果被抓了。寿野恍然大悟，原来小太郎怕照相是怕爸爸找到。大叔一把抓住他领口警告，要是敢让小太郎有危险，绝不轻饶。青田慢悠悠说，小太郎才5岁就独自生活，在座的哪位能保证陪他一生？所以送去爸爸那是最好的。言ってみろまずちょっと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青田殿をいじめるでない。大丈夫であるか、青田殿。さあ銭湯に行くぞよ。但小太郎态度坚定，大家也不便多言。第二天，小太郎找到寿野，请他送去幼儿园。寿野意识到青田可能告知了小太郎爸爸，为了保安全，大家带着武器守在幼儿园门口，直到放学，他们警惕地围住小太郎，这让他很不自在。小太郎突然跑了，很生气，寿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青田又回来，说已经告诉了小太郎爸爸。小太郎快见父亲了。幼儿园里，一个小朋友抱住旁边小男孩，地上蚂蚁吓得他。回家，小男孩开始练杠铃，每日50次，从未失约，全为了变得更加强壮。寿野在门外觉得有点怪。次日，侦探告诉他们，他把小太郎爸的住址告诉了小太郎，但给的地址全是假。青田接一露出伤痕，他开始讲述，小时候爸爸打得他很惨，和小太郎相处感情渐深，他不想让小太郎陷危险，想来想去，于是对小太郎爸撒了个谎。青田解释说，为了接近小太郎，在浴池扮泡沫老头，这游戏是小太郎爸教的。小太郎早猜出了他的身份。青田殿はわらわの父上を知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お願いである。父上に言うのは、わらわが強くなるまで待っていただきたい。強く。青田还说，小太郎变强不是为自己，觉得自己弱，爸爸才会变坏。原来小太郎爸经常打妈妈，而小太郎为了保护妈妈，便向周围的邻居们求助，所以爸爸被警察带走。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想强大来守护妈妈，那样爸爸就不会变坏，不会被抓。这件事让他很自责，之后便开始了一个人生活磨练自己。寿野明白了真相，找到小太郎，他们一起比赛跑步，可即便他抢先跑走，却始终赢不了小太郎。寿野没想放弃，他告诉小太郎，今天开始一起锻炼，因为变强需要对手。青田的任务做完了，所以便收拾了东西打算离开这里，但才刚刚出门却被小太郎他们拦住了去路。青田为工作靠近小太郎，但并未伤害他。小太郎伸出手，这让青田很感动了，从此又多了一个朋友。5岁的小太郎用他的方式打动了所有人，给了大伙满满的希望。青田离开后，寿野跟小太郎去洗澡了。换衣服时，小太郎看到寿野衣上的字，他对寿野说，自己小的时候总看见父亲搜索 DV 这2个字母，还老是偷偷摸摸的。小太郎拿手机一查，
结果弹出 DV 治疗几个字，联想到爸爸常打妈妈，他恍然大悟了，小太郎爸可能得了精神病，还一直在积极治疗，这病让他控制不住自己，才会对妈妈动手。他回家和美月讨论这事，没想到美月却戴着口罩，似乎被人打了。这个5岁的小男孩独自生活，天天不停地按邻居姐家门铃，姐姐开门他就跑，10分钟后又来按铃，一来二去，最后被姐姐抓个正着。回房间，男孩终于说出真相，原来是想让姐姐讨厌他。美月姐一直对小太郎很好，总做便当给他，好吃的也叫他去家里。小太郎感动极了。小太郎无意中看到续租通知，才知道房租要涨了，美月负担不起，可能得搬家找便宜房子。从那天以后，小太郎每晚都去美月工作的地方，不停地翻他的牌子。美月虽然制止，第二天小太郎又去翻牌子。回家后，两人开始教育小太郎。原来小太郎想让美月多挣钱，这样就能交得起房租，就不用搬走离开他了。真相大白后，美月好感动。美月跟小太郎约好，自己再苦也不搬家了，一直住在这里，这让小太郎心里踏实了。但才几天时间，小太郎就看到美月脸上有伤。在小太郎的连番追问中，美月终于说出来，她那个不靠谱的男朋友，她想甩了他，可他死活缠着，天天蹲守他上班的地方，还跟着他回家，就这么给他来了一顿，还说不和好就要天天来教育。小太郎觉得美月得辞了工，搬去那男的找不到的地方，而不是选择报警。从那天起，小太郎就开始日日按美月的门铃，让他讨厌上他，这样美月就不会留恋他了。没辙了的美月打算报警，但小太郎严词阻止。小太郎还说记得爸爸打妈妈，他找邻居报警，结果爸爸被警察带走，以后大家都说他爸是坏人。他不想美月走同样的路，给前男友个机会，也给自己个机会。他心里再不舍，但美月姐姐幸福就好。美月最后采纳了小太郎的意见，把合照藏了起来。第二天就打算离开这公寓。告别的时候，小太郎故意戴了面具，谁都知道他面具下肯定哭了。小太郎不想让人看见他脆弱，美月当然明白，小太郎最不想让他走，但为了他好，才忍住泪水说出那番话。美月姐姐最终还是离开了，目送他的背影。小太郎沉默不语，因为他不敢开口，一旦说话，那一定是带着哭泣的声音。自那日起，小太郎好像完全变了个样，甚至夜里，他会梦游似的出现在寿野家门前。这个5岁的孩子走进女仆咖啡馆，一进门就点了杯超贵的果汁，照看他的哥哥看着都不是滋味。一回到家，寿野哥哥就教育他别乱花钱，连纸巾都不要买那种贵的。他看报纸虽然字不识一个，但非要一摞一摞的买，这行为简直就是挥霍无度。他俩就这样开始了不说话。到了幼儿园，小朋友跟他诉说心事，妈妈老是只顾着弟弟不理他，他感到非常的烦恼，边说边从滑梯上滑了下来，却没想到一屁股坐地上就睡着了。老师好心打算跟他妈妈说说。第二天，拓也背上书包出现了，叫上小太郎一起离家出走，想让家长们担心，以后就会重视他们了。想到正跟寿野哥哥冷战，小太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两小无猜就这样出门了。走到半路碰见了老师，老师知道他们要离家，急忙给拓也妈打了电话。拓也试图阻止，但电话已经接通。拓也边说边又睡着了，就那么趴在老师腿上沉沉睡去。老师安慰小太郎不用着急，他说自己也曾像拓也一样，常常会突然就睡着，可能是家压力太大了，醒来就什么事都没有。另一边寿爷想跟小太郎好好说说，这才发现他不在家了，心急如焚，怕他出事，立马跑去资助小太郎的律所，打听他可能去的地方。可小林今天没来上班，所长也摸不着头脑。寿爷正要走，所长突然叫住了他。所长开始解释说，每周一到，小太郎的日记就会送到，里面全是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样一来，他就明白小太郎正跟寿野生气，但其实寿野误会小太郎了。小太郎自己一个人，没人迎接他回家。他去女仆咖啡厅不是真为了喝果汁，其实他只是想听别人说句所长继续说道，小太郎一直用昂贵的高级纸巾，也不是他多有钱，而是高级纸巾有甜甜的味道，在孤儿院大家都用这种纸巾。甘い。ネグレクトを受けた子供は飢えをしのぐためにティッシュを食べることもあるんだ。ティッシュと新聞のことで狩野殿に小言を言われた。所长这么说的。小太郎曾经独自在临时住所待过，那会儿他就订了每天的报纸，在家时他都会把报纸带进房间，要是他出了事，就没人会取报纸了。快递员送的报纸会把信箱堆满，这样一来很快就能引起别人注意，毕竟他得独自生活。知道真相的寿野懊悔不已，他真不该那样责怪小太郎。这时候离家出走的拓也被妈妈找回，看着老师一直在旁边陪着，妈妈也深刻反省，向他道了歉。
保证以后会多花时间陪大儿子。老师把小太郎送回了家，推开房门，小太郎以为寿野没来过，感到失望，但寿野也马上回来了，两人的误会终于都消了。随着他们关系越来越亲密，小太郎的背景也渐渐明朗了。有个男人突然出现在5岁孩子家，求他收留自己，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门了。小太郎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想到寿野经常照顾他，还是同意了。从那天起，5岁的小太郎就开始给寿野做饭，一起打理着这个家，慢慢的让小太郎感觉到了家的温暖。傍晚时分，小太郎忽然问寿野，为什么同样的房间2个人住就显得温馨，妈妈却不愿和他住在一起呢？原来小太郎一直渴望母亲的陪伴，可突然有一天母亲显得魂不守舍，向小太郎提出了一个问题。寿野一时间也回答不了，看来妈妈心里可能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小太郎决定打个电话问遍所有人，妈妈为啥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但谁都没能给他一个答案，这成了小太郎心里的一个结。时间飞逝，小太郎记得外公外婆的忌日，带着寿野去祭祀，他们仔细地打扫着墓碑。寿野突然发现了点什么，好奇地问小太郎，为啥墓碑上除了外公外婆还有别的名字？小太郎妈妈的名字也在上面。显而易见，原来他妈妈已经去世了，但小太郎这小家伙似乎一无所知。为了不让小太郎看到妈妈的名字，寿野特意挡在前面，内心的疼惜溢于言表。他不忍心告诉小太郎，他夜夜梦回的妈妈就躺在他脚下，可这小不点还梦想着长大后要去保护那经常被爸爸欺负的妈妈。妈妈已经离开了，寿野真不想破坏小太郎的梦。夜幕降临，他看着小太郎安睡的脸，心里百感交集。就在这时，美月打来了电话，于是寿野把小太郎妈妈的离世告诉了美月。妈妈为啥会来到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为了和他的孩子相遇。第二天，漫画出版社来敲门了，寿野的漫画被批了，还给了他一大笔稿费，这意味着寿野终于能交得起房租了。但寿野的漫画连载了，他陪小太郎的时间也就少了。前女友小倩知道后回到公寓，为了寿野能专心创作，他主动照顾起小太郎，说话无心，听者却有心。小倩的好意反伤了小太郎的心。坐在电视前，他回忆起妈妈离开的那一幕，也是说了同样的话。突然他提出要搬家，自己租个新房子。从那天起，他不靠寿野去幼儿园了，见到寿野也会本能的躲开，因为他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小太郎在幼儿园晚会上好像心情不太好，他为这个表演排练了好久，但台下怎么也找不到寿野的身影。正当这时，寿野还是出现了。小倩看到这一幕，竟然走上前来拦住他。小倩觉得寿野只是小太郎的邻居，完全没必要像爸爸一样来承担责任。和小太郎的相处让寿野明白了责任二字，他不想让小太郎有任何愧疚感，所以每天都在拼命工作，画他的漫画，希望在漫画界能有所成就，那样小太郎就不会感到自己是个负担。就在这时，一个叔叔带着他儿子来了，美月也来了，大家都聚在这里来看幼儿园的晚会。小太郎在舞台上怎么也不愿意唱歌，整个晚会他都闷闷不乐，但一看到寿野在台下，他立刻张开了嘴，在舞台上放声歌唱。节目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小倩深深地向小太郎道了歉。他从来不是寿野的负担，反而是给了寿野前进的动力，让他从一个无名小子成为了漫画家。寿野对小太郎说，虽然看起来大家都在照顾他，但实际上是小太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身边的每个人。现在的他已经变得很坚强了。回到家，小太郎最爱的动画片今天播放大结局，但他却静静地坐在电视前不肯动。在动画的最后，居然出现了小太郎父母的身影。那时小太郎还在妈妈肚子里，画面中的父母笑得好幸福，一起期待着小太郎的到来。那一瞬间，妈妈离开的场景也浮现在小太郎的脑海。原来妈妈从没想过要抛弃他，他们2个都有 DV 综合征。那天妈妈是想治好自己，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在幻境里，小太郎终于回到了爸妈身边。那个时候，爸爸不曾对妈妈动粗，妈妈也不再日日愁眉不展，一家3口幸福地围着钢琴弹奏，就像他们一直都在，未曾分开过。小太郎也从没真正孤单过，但这样朴实的幸福，年幼的他却再也尝不到。电视剧终于落幕，小太郎这才懂得他为何那么爱这动画。那动画中的主公是他爸爸配的声，而那彩蛋里的爸妈是制作者的心意。他每天模仿的成熟语调，都是在学那主公，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小太郎请青田先生帮他寄出了封信。父上、わらわはまだ父上に会うことができぬぞよ。まだ弱き者のわらをゆえ、父上をがっかりさせてしまうのである。いつか、何でもできる、強き人間になってから会いたいぞよ。そして、わらわ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てほしいのである。爸爸那头已是泪流满面，他的孩子终于长大。从那之后，小太郎砸开了他的储蓄罐，他打算攒好多好多钱，
然后建一栋大房子，让爸妈搬来同住，寿爷也来这里住，因为到那时他已经强大无比，强大到能守护所有人。美月姐也回来了，小太郎的单独生活还在继续，但他并非孤军奋战。这个小小的公寓承载着他的宏大梦想，他们或许不能陪小太郎走完一生，但此刻这群人是真正的幸福。